夏小姐，很抱歉，已经确诊了。白血病只有一种根治方法，就是干细胞移植。但骨髓库目前没有和你相合的配型，所以只能药物控制。你是说化疗吗？对。那以后是不是我的头发会掉光，会呕吐腹泻，会变得很丑很丑？我再也不能演戏了，对吗？等你病情好了，你还可以从事你喜欢的工作。你就像美国那个明星叫赛琳娜，换肾以后一样光彩照人，继续工作。你不要失去希望，也许很快就能找到配型。医生，你别骗我了，我网上查过的，骨髓的配比率是很低的。医生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们确实在骨髓库里找到合适你的配型，但目前对方不愿意捐献，所以……那你把联系方式给我，我自己联系他，我可以去求他。夏小姐，很抱歉，医院有规定，不能泄露捐献者的个人资料。可是，进。马医生，9号床的病人家属来了。好，夏小姐，你先稍坐一会儿，我出去看看啊。林一舟，广东市著名企业家，林氏财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，曾获得广东杰出人才奖。菲菲，你不是在剧组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你是个大傻子吗？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呀？你都知道了？那个贱人都拍了合照发朋友圈了。什么？秦静那个贱人，你可千万别为赵家妍那个渣男伤心啊！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。你说的是这个呀？林一舟，我是白担心了，看来你已经转移目标了呀。哎，不对，你怎么会突然对他感兴趣呢？你每天看他和楚言的同人文，是不是对他很了解啊？那必须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？我想知道他的联系方式，或者他住哪儿也行。你要不要一上来就这么猛啊？你爱上他啦？菲菲，嗯？你怎么能这样啊？现在才告诉我。我虽然不能做什么，但是我可以陪你去医院检查呀。哎呀，不是说好了别激动的吗？你不是说林一舟的配型正好和你相合吗？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我刚才查了一下，林氏财团在港东大厦。可是那里没有预约，根本进不去啊。有了。
小可爱们，我需要知道林一舟最常去的几个地点，生火急。谁知道林皇平常喜欢去哪个地方？寻找林大人最常去的地点。我听说他好像喜欢游泳。有人说他每周三下午会去清闲池的贵宾室游泳。周三？那不就是明天吗？明天我们就去清闲池，给他来个瓮中捉鳖。林一舟，29岁，港东精英，商界翘楚，身怀巨富，旗下涉猎房地产、影视、电子等多项领域，为人低调神秘，从未在公众面前露过面。媒体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是楚原的好友，且两人关系暧昧不清。哎，这地方还挺好的呀！哎，来，咱俩合张影。我怎么看他有点眼熟啊？他肯定就是第三者呀。什么第三者？林一舟和楚原啊。这个人叫文丽，是林一舟的特助，不可或缺的左右手，寸步不离的影子。据说啊，他能了解林一舟每一个眼神。我们必须先搞定他才能进去。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哦，我腿好疼啊！哎呀，我腿疼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我朋友他不行了，腿动不了了，救命啊！我腿疼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朋友他不行了，他受伤了，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？他真的不行了，你看他快死了！先生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帮帮忙好不好？我朋友他真的不行了，求求你帮帮忙啊！求求你了，先生，谢谢先生，求求你救救他，他真的快不行了，求求你。你可以求助其他工作人员。我叫了很久都没有人应的，求求你救救他，你帮帮他好不好？先生，救救他！小姐，你腿没事吧？我不行了，完全动不了了。陈哥，你能拉我一把吗？你干嘛呀？扶你起来。我很脏吗？抱歉，我不喜欢接触陌生人的身体。哎，师姐，你干嘛？小姐，你干嘛？我腿疼，我要是残疾了，你负责我后半生吗？你这是要干嘛？我，菲里亚，救命啊！菲里亚！王特助，我哪有非礼你啊？你就是非礼我。你们必须要处理，如果不处理的话，我就去找媒体曝光你。就按照这位小姐想要的方式处理吧。好。林先生，林一舟先生，人呢？哎，林先生，我有话跟你说，抬头看看我，林先生，是我，我有事儿跟你说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，你可以出来吗？林先生，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不请自入的毛病啊？上次未经允许闯入我的车，这次你又想干嘛？上次多亏了你，所以我是
特地来感谢你的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想说什么？林先生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吃这一套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是说，你觉得我的精神状态怎么样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是这样，我前几天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得了血癌。不过我特别幸运，因为医生说在骨髓库里找到了一个和我骨髓配型相合的人，那个人就在港东。你该不会想说那个人就是我吧？对，就是你，难怪我之前觉得您特别眼熟。我们的相遇不是偶然，是命中注定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认识你。多见几次就认识了，林先生，多见几次就认识了，林先生。哎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不干嘛，就是劳烦你在这里陪我待一会儿。或许你知道这里有监控吧？只要把监控调出来看一下，就知道谁非礼谁了。我去趟厕所，你别想走，我会回来的。等我哟。林先生，您当初登记骨髓库，一定是希望可以帮上别人的。那只是我当时的想法。不是的，通过上次的事，我就觉得你是个善良的人。如果你是担心身体的问题，那你放心，我已经问过医生了，是不会对你的身体带来任何伤害的。错了，我是一个生意人，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可是帮你，看来似乎对我没有任何好处，所以你还是走吧。请等等，林先生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冒冒失失的过来找你。就在几天前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做出这样的事儿，但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抱歉，真的帮不了你。走吧。好，那反正都是一死，那不如现在美美的死。用自己的生命威胁一个陌生人，我觉得很不明智。喂，你往游泳池里跳有什么用啊？赶紧跟我上来，然后出去。演啊，继续演。喂，喂，你赶紧给我起来啊！喂，醒醒，醒醒，没事吧你？喂，你再不醒，我就要人工呼吸了。不愧是演员，装死影后啊！你这个混蛋！这班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那个？头顶长眼睛了？我就是随便看看。不够笨蛋了吗？该了。很好，走吧。去哪儿？民政局。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不用这么着急吧？
你好，女士。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。我还没傻到跟钱和命过不去呢。学务不错。停顿一下，这位女士，请问你是自愿结婚的吗？是啊，我是自愿的。如果有什么难处，你就直说。自愿结婚是受法律保护的。你叫你好。今天是我们新婚第1天，就不要杀生了吧。我可不管是下封建迷信，但是不妨碍你取悦到我。林太太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公他脾气不好，你别介意。是的，我很凶。我刚才已经看到了，你们小两口挺恩爱的嘛，恭喜你们了。来，新郎新娘可以再靠近一点，亲密一点啊。哎，好，靠近一点。哎，好的。别人为爱结婚，我为命结婚。你说爱和命哪个更重要？因人而异吧。也对，反正我现在也没有爱的人，眼下保命最重要。如果是你，也会这么选吧？我不用，我有钱治病。夫人早。阿姨好，你叫我夏琳就行了。那怎么行？黄嫂，夫人就交给你了。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好的。谢谢你啊，文特助。哎呀，来里面请。慢点啊。夫人，房间在楼上。哦，还算有点家的气息，多亏选这个。黄嫂，哎，平时这里来的人多吗？也不多，平时来家里的就只有楚先生和文特助，而且啊，先生不喜欢家里有外人过来。那林一舟的家人呢？他的父亲早就去世了，至于他的母亲啊，回头你自己问先生吧。你先看下房间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啊，嗯。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啊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不会走错房间了吧？黄嫂。楚先生，安小姐。干什么？好看吗？你怎么在家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是我的房间，还是说你不想跟我分房睡？不是，是黄嫂把我带进来的，她好像不知道我们。黄嫂是奶奶的人，如果她知道我们分房睡，会不会怀疑？可我们之前签过合约的。你很介意跟我睡一间房吗？不是介不介意的问题，是不方便的问题。怎么不方便？毕竟男色当前，我怕我把持不住。
如果把持不住的话，你会想怎么样？你傻吗？你要拿东西不会找黄嫂，或者找我吗？我不想打扰你们。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奶奶以外唯一可以打扰我的人。我不疼了，谢谢你，你去忙你的吧。你干嘛？我自己可以走。哇，黄嫂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夫人喜欢就好，赶快用餐吧。不会跟古代一样，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吧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拿着。不用不用，我不缺钱，而且我住在这儿也没有什么花销。我不希望我们的婚姻前期就因为钱这种无聊的事情而感到不愉快。钱还无聊啊？或者换种说法，我希望你可以正视自己在扮演的角色。又来了。行吧，那我收下了。反正也不会用。密码是0608。用不着这么贴心吧？连密码都是我生日。我的生日。你的生日也是6月8号。不然呢？我们不仅骨髓配型相合，连生日都一样，难道我们就是传说中失散多年的兄妹？我可不想要有你这样的妹妹。这么严肃？难道他只跟男的开玩笑？一会儿我送你去公司。不用。我时间到了，我先走了啊。等一下，5点前记得回来，要去奶奶家吃饭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提醒你，一会儿别演砸了。哦，听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了。走吧。一周哥哥，安然，你也在啊？我和楚言哥哥来看看林奶奶，好久都不见她了，我都想她了。楚言也在。奶奶没有白疼你。我们走吧。走啊。楠楠，我也要。你自己没手啊，娶媳妇是用来疼的，不是让她来干活的。不过奶奶还是要批评你们，这不声不响的就去领证了，连奶奶都不告诉一声。再相爱也不能这么任性啊。当时木木急着要嫁给我，所以就没想那么多，是吧？是。木木，哦，
你是把那个林子分开了是吧？嗯，这名字好，木已成舟。以后我们就这么叫。默默来吃菜啊，喜欢吃什么自己夹。安然，你也吃啊，小楚多吃点啊。奶奶疼我，我疼你。玉州哥哥不能吃辣。木木太爱吃辣，所以我也跟着吃一点。那还是吃点蔬菜吧。哎，老林最讨厌吃的就是胡萝卜了。不会吧？你连这都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只是做人不能总挑食吧，是不是？味道还不错。默默啊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玲玲，我可以叫你玲玲吧？啊，我听楚源哥哥说，你跟他是同一个公司的。是啊，很荣幸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小楚啊，你以后在公司里要好好照顾我们家默默，千万不能让人欺负他。他那么野蛮，谁敢欺负他呀？哎，你说什么？啊，奶奶，我是说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哦。哦，对了，一周哥哥，其实你可以投资一部剧，让玲玲当女主啊。不用，我还是希望生活和工作是可以分开的。不知道谁上次见到他是在临时广告的试镜上，公司分得开吗？那个时候我和一周还不认识呢。他是不认识你，但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。是我先追求的木木。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故事以后再说吧，先吃饭，菜都凉了。对，默默吃啊。吃吧，木木最爱吃大蒜了。昨天穿的不是这件吧？应该已经出门了吧？早。你平时不是8点就出门的吗？今天起晚了。哦，那个，我昨晚喝醉酒，没做什么奇怪的事吧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我也是第一次喝断片儿。你吐了我一身。我吗？对不起，我也是第一次喝醉，下次一定注意。没有下次了，以后不许喝酒。昨天是门禁，今天是酒禁，你还有什么禁啊？干脆一次性说完。看你表现，随时更新。不会是生气了吧？哎，那我的衣服是黄嫂换的。哦。老板今天临时有事，会议推迟1小时。会议推迟的真正原因，老板今天迟到了。
我宁愿相信明天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也不愿意相信 boss 会迟到。但群主从没说过假消息。Oh no！boss 连续8年的全勤记录要被打破了。我只想知道 boss 迟到的原因，不会是谈恋爱了吧？黄嫂。哎。一会儿把家里的酒都清理一下。好的，先生。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我自己来。这是我的，你不是只喝咖啡的吗？我知道，我就是想喝你的，怎么了？啊？一会儿我送你。啊。先生，夫人今天心情不好，晚饭也没吃，一直闷在房里，到现在也没出来。知道了。啊。有事吗？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说。给我的。你不是已经给我送了一个机器人了吗？机器人的事儿，对不起，我昨晚去你卧室看到了床头柜上的照片，所以你昨天打听我的喜好是为了引双双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帮了双双姐，我才有机会去发布会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侵犯你的隐私，我向你道歉。这个机器人是我8岁那年家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早就弄丢了。我应该谢谢你重新帮我买回来。这件事儿确实是我考虑不周，真的对不起。除了这个，你难道没有别的事情要跟我道歉吗？你白天没戴戒指。我错了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你说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。你确定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能做到的。你已经做到过了，我很乐意用行动证明给你看。我那天晚上想起来了？所以你不是？看来我有必要再向你证实一遍。好了，我原谅你了，不过不要再有下次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嫁给你个大孙女要你喝酒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由于我们在新品上市前就做了大量的口碑推广，
所以目前收到的信息回馈都很正面。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产品跟不上销量，所以目前生产部门正在加大产量，希望可以尽快填补空缺。快来，这些都是我跟黄嫂一起做的。你有高兴的事吗？你忘了，今天是我们的生日啊！生日快乐！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？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好不好？我很忙。连生日都不能例外吗？我的人生中就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跟你结婚。我没胃口，你自己吃吧。喂，你好，手机的主人在我们餐厅喝醉了，麻烦你来接他一趟，可以吗？好，知道了，把地址给我。夫人，要不您先吃吧。先生在生日这一天，每次都回来的很晚。没事，我还挺得住。生日总得一起吃顿饭吧？那好吧。跑去跟别人庆祝生日也不和我说一声，害我等这么久，错过了这么好吃的菜，真是没口福。一周哥哥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没醉啊？我当然没醉了，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嘛。安然，以后这样的玩笑不要开了，我先走了。一周哥哥，你来都来了，就陪我吃顿饭不好吗？安然，你知道今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木木在家等我。木木，你们才认识多久啊？为什么他能陪你过生日，我就不行呢？她是我的妻子，你是我的妹妹。可我不想当你的妹妹。一周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喜欢你。你错了，安然，我觉得你应该不是喜欢我，你只不过是想要占有我，就像你小时候那些芭比娃娃那样。那也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我才想占有你啊。安然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而且绝对不可能背叛我的婚姻，明白了吗？林一周，如果2年前我没有出国，现在和你结婚的人会不会是我？安然，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注定的，不管再重来几次，结果都还是一样的。早点回去吧。
眼泪换不来爱情。是你？没想到啊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记得我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帮你的啦。你就是这么给我庆祝生日的？你不是忙吗？这些都是我给自己准备的。有人不是发了照片说要等我的吗？你又没说回不回来，难道我还要一直等啊？我又不傻。生气了？我生气？哼，我吃的不要太开心，好不好？带你去个地方。走。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？默默，生日快乐。你这个是送给我的？不然呢？你不是跟安然一起庆祝生日了吗？我以为是他送给你的。我就只不过是去见他一面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吃了甜，吃了辣，就是没吃醋。好了，快拆开看看。这个是什么啊？你的生日礼物。你送我一栋楼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可承受不起。没关系，反正这只不过是种形式而已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我的就是你的。那，夫人，请问我的礼物呢？啊，我本来是做了蛋糕的，可都被我给吃了。要不然，我下次再补给你。不用下次。这个蛋糕店我以前经常来，一点都没变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就给你机会补偿我。可是我做的很慢的。你干嘛呀？没关系啊，我会帮你。
老林吗？我今天见到你老婆了。她还好吗？我感觉不太好，你老婆好像被人盯上了。谁把你放到这儿的啊？给她取个名字吧。这是你买给我的？你不邀请我进去吗？快点进来！你这么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呀？我们是合法夫妻，又不是偷情。叫他皮蛋吧。你想叫他什么都行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过来啊？想带你去散心。我最近档期很满的，而且都是我的重头戏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由于拍摄场地被临时征用，剧组放假2天，所有人员明晚之前务必进组。你怎么来的这么巧？哼，有些巧合是可以人为制造的。走吧，有事就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，憋着会变丑的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不干涉彼此工作。你这样临时征用场地，你知不知道会给剧组带来多大损失啊？我们要是想出来玩的话，可以等我休息的时间啊。那也是建立在没有人骚扰你的前提下。楚言这个告状精。默默，我们之间现在有信任危机，遇到这种事，你非但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事后也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，怎么？你觉得你的事跟我无关吗？又没有真的出事儿。出事就晚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们进去吧。靠近点。你好，林总。他怎么认识你？你不是一向很低调的吗？这个店的老板是我们林氏的股东，没事的。夏小姐你好，我是这家民宿的负责人，我叫小汪，很高兴为你们2位服务。今天是我的私人行程，正常对待就好了。好的，林总，您要求的豪华大床房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入住。你只订了1间房吗？我订的时候就只剩1间了吧？是的。那请问现在还有空余的房间吗？我帮你查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小杨啊，他是刚来入职2天，具体情况他不了解。现在是旅游旺季，我们店的房间全部都约出去了。其他房型都没有了吗？都没有了。默默，你要是坚持的话呢，我让他们跟其他客人沟通一下，看能不能空出1间。不用，这样的话太麻烦了。行，快点，房卡，快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走吧。我关错了。还没睡啊？是不是在故意等我？啊，我还不困，你先睡。赶紧去洗澡喽。我
出来之前也给洗过了。好吧，不洗就不洗吧。哎，酒店的床很脏的，你不穿上点衣服啊？热呀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特别热。我给你开空调。空调开着呢。要不我给你开电视吧？嘿，不用开电视了，这么晚了，睡觉吧。只要没突破最后防线，同一屋檐下和同一张床，应该没有实质的区别。我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躺在枕边，万一她兽性大发，你能别乱动吗？你没睡着啊？你这么乱动，我怎么能睡得着啊？不好意思啊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林一舟，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觉得呢？我以前觉得只要相爱就可以了，现在觉得坦诚自己的内心，尊重对方的每一个决定，这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必要条件。如果有人骗了你呢？那要看是什么情况了。其实我骗了你，你的病。
还钱！我要报警，告你们寻衅滋事！你们快走吧，我已经没有钱了，家里的东西都让你们拿了。你爸呢？敢欠老子的钱，我看他活得不耐烦了。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了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们不要再来了。父债子偿，他没钱，别怪我们拿你抵债。跟我们走吧。不要，放开我！干什么呢？林总，不好意思，让您遇到这种意外。你他妈谁呀？注意你的措辞，他可不是你们能得罪的人。怎么着，兄弟？你是想替姓杨的还钱吗？如果不是，就别多管闲事。多少？连本带利13万。拿着这个去港东大厦，会有人给你钱。但我先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踏进这里半步，不然我会让你知道后果。那得等我们拿到钱以后再说。走。来采访一下我们的大英雄，10几万，说帮人还就帮人还了。他们的安危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就是花钱给自己买个安宁。快起来，我们走。要不要等他们拿完钱再走啊？万一他们找回来怎么办？等他们拿到，我们就危险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是什么人？地痞流氓，黑社会。如果你是他们，看到一个势单力薄的有钱人带着你这么一个大美女，你会怎么样？绑架、撕票。对对对，赶紧走。哎，你这是？我被辞退了，不过也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那些放贷的人总是3天2头到我打工的地方来闹，我的工作没2天就被辞退了。啊，我想报答哥哥姐姐的恩情，这笔钱我一定会还的。这样吧，你家在哪儿？我们先送你回家。好。你家就住这儿啊？还不错。不是这里，是后面那个小棚。那个棚？好了，彤彤，平时这边人都这么少吗？他们都出去打工了。我看你年纪也不大，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我妈妈很早就过世了，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你决定就好。彤彤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姐姐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工作会经常外出，正好需要一位助理帮忙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谢谢姐姐。喂，木木，一会儿回家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什么事儿搞得这么正式啊？见面再说吧。嗯，好。陆老师。呀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我刚回来。您这是要去哪儿？剧组都解散了，不走在这儿度假啊？怎么会突然解散呢？喂，文特助。夫人，老板出车祸了。车祸？一周哥哥，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呢。其实上次的事情，这次找你来是为了谈一下明月白如霜这个项目。你是为了琳琳吧？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不用，我想用兴安1%的股份来换这个项目。你是为了捧琳琳吧？不，
我是希望这个项目可以立刻停止。还有，你们公司那个艺人陆地，我是真的不想再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。就这样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接到电话那一瞬间我都吓懵了，还好你没事儿。你之前打电话要跟我说什么？剧组解散的事儿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？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做事这么霸道？喂。医生叫你别乱动，你软组织受伤要好好休息。你谁呀？老林，老林，你有没有怎么样啊？头还痛吗？脚呢？我没事儿。哎，你能不能轻点？他是病人，没事都被你摸出事儿了。出去。哎，老林，我碰你就是了嘛。我说你。出去。你说什么？不要再让我说第3次，否则你会失去这份工作。工作？你没事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夏林。夏林是吧？你帮我把他炒了。现在，这种情况一般是由大脑受到剧烈碰撞，血块压住部分记忆神经导致的。但奇怪的是，林总脑部并没有发现积血。那怎么好端端的就失去2年的记忆啊？大脑的结构比较复杂，我们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排查出原因。喂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林夫人，林总身体其他方面没什么问题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失忆也许只是身体的应激反应，说不定明天就恢复正常了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医生。我想问的是，失忆会引起性情大变吗？他突然变得好凶啊！哎，现在的林一中才叫正常，之前呢，那才叫性情大变。你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，去重新认识一下他。竟然当着我的面招蜂引蝶！哎，琳琳，楚言哥哥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脑部的话没什么问题，至于失忆的部分，只是身体的应激反应。那就好。啊，琳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没关系，只要身体没事就行。至于记忆，也许明天就好了。你想吃什么水果，我帮你削。老林，不好意思这么晚告诉你这个小消息，在你记忆空白的这段时间里你已经很不幸地完成了人生的大事。而这位呢，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就是你的我知道，夏林是吧？很抱歉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你只是一个陌生人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希望在我的记忆恢复之前，我们可以保持独立的生活状态，不要干涉对方。不过我相信这一点你一定做得非常好，不然我不可能娶你。有问题吗？我倒是从来没有干涉过你，是你一直在单方面的干涉我的生活。哦，那以后不会了。
你可以走了。老林，你这转变快的我都有点反应不过来。一周哥哥现在还是病人，我们要体谅他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最关心他了，行了吧？来，一周哥哥。夫人，文特助，羊头安排好了吗？是的，老夫人那边我让黄嫂去陪她了。这样也好，免得奶奶担心。对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不是菲菲搬家的日子吗？你不会给忘了吧？今天事发比较突然，而且老板这边……他好着呢，不用你担心。你快去找菲菲吧。夫人，你不陪老板吗？有安小姐在，哪轮得着我呀？老板，这次我可救不了你了。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发烧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其实你很想知道的吧？那是因为一见钟情的温度是38度6。闭嘴。喜欢吗？这一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。出去，拿着你的东西走，出去。什么破技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嗯，追男36计，这么土。叫你管。哎呀，离我远点，免得又被拍到。哇，你担心什么啊？被拍到也是我吃亏，好不好？怎么，老林还没接受你啊？也是，下一次就算了，怎么可能下第2次呢？喂，你干嘛？你要是敢碰我的话，我5000万粉丝跟你没完啊！你喜欢猫还是狗啊？猫。喵。喵你个头啊！你用这么土的招式，难怪林一舟不上钩。我要你管！你要再不与时俱进一点，老林可就要被人调走了。还喵嘞！我哪有喵？我是喵喵喵喵喵。学猪叫。汪猪。学乌鸦叫。啊！楚原哥哥和玲玲的关系可真好，怪不得会被媒体拍到。太恶心了，这样肯定没戏。哟，你的安然呢？没来守着你啊？也对，就算你把她当亲妹妹，但也不能总麻烦人家。有什么事找我就行。楚原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他经纪人。我要提醒一下你已婚的身份，不要让人拍到那些被误会的照片。我怎么不注意了？你是说绯闻的事儿？其实我跟楚原，我根本就不在意。就算你越了界，我相信楚原也会有分寸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跟安然亲亲我我的，我还没说什么呢。注意你的措辞，你刚刚自己也说了，安然是我的妹妹。你姓凌，她姓安，认的哪门子妹妹？要照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认楚原做哥哥也可以呀？你能不无理取闹了吗？我无理取闹？我哪里无理取闹了？我。走。
林总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林总，我可以进来吗？我是双双。别说话。进。林总，我是今天才得到你住院的消息的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以为文丽已经封锁我住院的消息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娱乐圈这些年这点消息渠道我还是有的。不过你放心，谁都没收。哎，对了，你认识一个叫夏琳的女孩吗？夏琳？认识啊。我前些天不是还带她去过你公司吗？怎么突然提起她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楚妍的事儿吧？她跟楚妍的绯闻是真的啊？我对你们那些娱乐圈的八卦其实不感兴趣。我要休息了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下次再来看你。早日康复哟。松手，松手，松手！啊！你这个卑鄙的女人，竟然敢掰我手指！谁让你又故意吓我？什么叫又？哦，对，你都不记得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要躲着他？你要想知道，就赶快恢复记忆吧。我累了，先走了。拜拜，再见，慢走，不送。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着你，喜欢吗？这一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。没事吧？这些也是我让人拍的。是的，老板失忆以前很爱夫人。才5点。夏琳，你疯了！楚妍，你才疯了吧？你怎么挂电话呀？你知不知道这又费钱又费电的？小姐，你昨天打呼了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我录音了。你真神经病啊！看你这么可爱的份上，我就帮你一把吧，帮你一把。他昨晚上说什么来着？抓住男人的胃。这个是药膳排骨汤，里面放了红枣跟枸杞。这个是黑米粥，这个是清水煮鸡蛋。可是我早上只喝清咖。偶尔换换口味嘛。再说你身体刚好，正需要补充营养。更何况我今天早上为了起来给你做早餐，我5点钟就起来了。尝尝。你尝过吗？没有，但闻着不错，喝着也不错吧？你刚刚说这是药膳啊，
你放心喝，我都查过了，这些都有健智健脑的功效，都特别适合你。健智，健脑啊！哎，文特助来了，我做了药膳汤，你也来点。来，谢谢夫人。好喝吗？好喝吗？味道很精彩。你做了这么久，自己尝尝吧。来，这还有人在，这样不好。怎么样？好喝吗？仔细品品，跟咖啡的味道差不多。文丽，今天什么安排？上午是公司的季度报告会，下午2点国际公司那边想开视频会议。哦，对了，策划部那边还策划了一个群星乐跑活动，想在上午开会前给您汇报。什么群星乐跑活动？有很多明星去吗？是的，夫人。那曝光度岂不是很高？你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？我们凌氏的要求很高的。我们走着瞧。来，文丽，据说这个健智健脑，多喝点，正好喝完。老板，我们要迟到了。全老师这边，火火加油啊！谢谢。看不出你腿挺短，跑的频率还挺快。你离我远点，万一被人拍到就完了。鉴于你现在还没想起我，我要友情提示你，我们是有隐婚协议的。跟我结婚很丢人吗？你以前也这么问过我。文丽已经清理了现场，在场拍摄的照片不会流出去的。你昨天不是说不来吗？你要是想来看我，用不着搞突然袭击吧？我陪安然来的。谢谢。你要不说我还忘了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公然婚内出轨，我可以起诉你，分光你财产的。要我帮你请律师吗，林太太？周让小姐拍个照吧。啊，小林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老林，借一下你老婆用一下。林总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干什么呀？来，那边有很多记者，还有你是不是忘了尹双双了？什么？你忘了？你抢了尹双双的第1，然后又和老林有说有笑的，你不想再在演艺圈混了？对，我给忘了，我差点就忘了。还好，你跟我的绯闻，他以为是真的。请看这边。哎，麻烦看一下这边。好，谢谢日姐，笑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林总，拜拜。喂，你干嘛？我们还要拍合照。我刚才已经拍过单人照了，就不拍合照了。安然，你怎么了？可能是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晕。一周哥哥，你能不能先送我回家呀？你是担心琳琳吧？你放心，楚言哥哥一定会送她回家的。走吧，我送你。哎呦！想让我送你回家，想得美！傻愣着干嘛？我们快走。活动结束了。是啊，你让我们蹭个车呗。上车吧。哎，安然，你在国外待太久，忘了国内规矩吧？副驾驶只能女朋友或者老婆坐，其他女人坐会出大事的。我怎么没听过这个说法？那你现在不是听到了？哎，你们2位是想走回去吧？全让了。安然，头晕好一点了吗？休息一会儿就好多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厚着脸皮跑来蹭饭了。哎，小公主，你真的身体太差了。你看看你楚言哥哥跑了这么久，身体一点事都没有。你那叫跑步啊？我散步都比你快。喂，现在是怎样？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？来，光吃饭想噎死自己啊！我就喜欢吃白米饭，不行啊？白痴。安然，吃个虾。一周哥哥，楚言说的对，你身体太弱，要多吃一点。
你今天运动过量，也得多补补。不要忘了你的身份。哼，笑话，你能拿我怎样？不要试图挑衅我。来呀，谁怕谁？这个特别好吃，你一定要多尝尝。来，阿然，这个菜你夹不到，多吃一点。你不是喜欢吃这个肉吗？再多吃点虾。哎，还有这个特别好吃。来，多吃啊。哎，停，够了，我的盘子都装不下了。你们要不要等我吃完再一轮新的比拼啊？一周哥哥，我吃不了这么多。吃不下没事，放着。那多浪费啊！这菜我也没动过，要不然分你一半吧。好。哎，夏玲，那是我的果汁。不就是一杯果汁吗？这么小气？喏，我的给你。一周哥哥，你不能吃辣椒的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又不是没吃过。吃起来确实没有以前那么辣了。真的吗？哇，老林，你吃辣的功力的确比以前好很多了，这都要归功于夏琳的功劳。啊，是吗？以后不准进我的房间，出去，出去！干嘛？出去！你干嘛？林一舟，你疯了！这是我的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喝你的，怎么了？我是你的丈夫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求求我呢？又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我知道。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我的就都是你的。那我们拉钩吧。我也是第一次喝醉，下次一定注意。没有下次，以后不许喝酒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喝醉了，又没喝你家酒，我困了，要睡了。不告而别，醉酒晚归。
你就是这么当林太太的？我是个被人遗弃的林太太，不要也罢。你什么时候找好下家，提前告诉我，我给你腾位置。怎么？你不是个演员吗？才演这么几天就演不下去了？演员怎么了？就算我演技再好，也扛不过你这块顽石，蒸不透、煮不烂，还油盐不进。你很委屈吗？我当然委屈了。你以前会在朋友面前维护，说我是你的妻子。她不是我的朋友，她是我的妻子。我不管她之前是什么样的人，但她现在是我的人。你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奶奶之外唯一可以打扰我的人。即使你有胃病，也会迎合我的口味吃饭。你不过生日不养狗，却可以为我而改变。你做了那么多让我心动的事，现在又要不负责任的收回。你接受不了现状，让我配合你，你不觉得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吗？你别哭了。如果那天你不去剧组看我，就不会出车祸。归根结底，伤害你的人是我。其实那个真的是个意外，而且我没有那么排斥你。那你是有点喜欢我了吗？跑都比你开得快啊！能不能开快一点？踩油门啊！踩了，你别着急。你没事吧？有事儿，这个可烫了。老板，要不要把微博账号收回来，交给公关部门管理？不用了，就留给他，让他玩吧。是。帮我买100台酷狗的智能音响。您是要送给夫人做礼物吗？那可不可以送我1台啊？听说这个智能音箱是触摸控制的，什么歌都能听，好高级的。哼哼，你管我？我全给你，要不要？不敢。哎，夏小姐。哎，你想做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难不成想绑架？夏小姐不要误会，我家先生是诚心想请您到家里做客，要真是绑架，就不会这么客气了。给林一周和楚言打电话。行，我跟你去。行，姐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抱歉，我们家先生只请了夏小姐一个人。没事儿，你们2个先回去吧。夏小姐，请。你现在一天不骚扰我。喂，楚大神，不好了，琳琳出事了。先生，夏小姐到了。楚先生，请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看来夏小姐是个爽快人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是楚言的父亲，楚家儿媳妇的人选我早有主意。我不允许她身边出现任何女人，甚至是绯闻。楚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楚老师是我公司的前辈，我们是朋友，仅此而已。这样最好。楚言是我的独子，
我绝不允许他的人生出现任何差池。楚先生，您放心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这个人不是楚言。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再跟梁小姐喝茶吗？您这出《调虎离山》唱得不错啊，作为主角之一的我怎么能缺席呢？楚先生就是请我来做客的。做客？既然是客人，那怎么连杯茶水都讨不到？你是在讽刺我们楚家连基本的礼仪都不懂吗？放肆！既然你敢回来了，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，以后离这个女人远一点，否则我让你永远见不到她。楚先生，别说我跟楚言没关系，就算有，你也没有权利支配别人的生活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记住你自己说的，如果识时务，你不仅可以享受现在的生活，我还可以答应你其他的条件。你可以给的东西，我也可以给，别人也可以给。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只手遮天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们走。踏出这家半步试试。哎，小爷，不要冲动啊！我带你去看医生，好吗？我没事儿，谢谢你来救我。我们扯平了。干嘛替我挡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木木。啊！受伤了？没事儿。林一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楚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把我的妻子请到你家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妻子？没错，夏琳是我的妻子。你请她来之前没有调查清楚吗？福伯，是我疏忽了。原来夏小姐是林夫人，楚言这个混小子，这么大的喜事也不告诉我，闹出这么大的误会。误会？楚总，你觉得一句误会就可以抵消你对我的妻子造成的委屈和伤害吗？哈，改天我登门给林夫人赔罪，到时候就算不看我这个叔叔的面子，也要给楚言一个面子吧。不需要，我在你这儿从来没有面子这种东西。赔罪就不用了，我会尽快找人处理商场上的事情。结束的既往不咎，没有开始没有完成的，我会按照违约条款如数赔偿。今后你我的公司只有竞争，没有合作。报告了吗？我怕一松手，你就又变成那个我不认识的林一舟了。楚言抱了你多久？你吃醋啦？你放心，以后我就算身受重伤，也绝对不会让别人抱。没有以后。今天我应该早点到的。只要你能来，晚点也没关系。林一舟，虽然你现在还没想起，你是不是也不那么讨厌我了？你还是别说了，实话会让人难过，但我也不希望你骗我。对了，文特助呢？他有别的事情在忙。皇嫂，你快来救救我的后背！哎呀，怎么是你啊？皇嫂睡了，我来帮你擦吧。这么大的人了还撒娇？不用，你这个不太方便吧？什么不太方便？你不是一直说你是林太太，我是你的林先生吗？夫妻之间上个药有什么的呀？把好了。
把衣服脱了。不行，这个也太……我能不能不擦药了？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如果恢复的不好的话，穿不了比基尼，穿不了露背的衣服，那你以后活动的时候只能穿丑丑的衣服了。好吧。林一舟，我喜欢你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喜欢。你别动，你看着我，我可能就说不出口了。因为错过了今天，我不知道你下次再对我这么好是什么时候了。我现在很后悔，当初你记得我的时候，没能亲口跟你说我喜欢你。我也很害怕，万一你不记得我，又不喜欢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是我22年的人生中第一个喜欢的人，我舍不得放弃你给过我的爱情。如果你现在没有喜欢的人，可不可以给自己一个了解我、喜欢我，甚至爱上我的机会？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些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说了。你为什么亲我？又不是没亲过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的那个熟悉的林先生，听到了他的林太太的表白，他让我转告你，他很开心，但是表白的话应该由男人来说。你记起来了？木木，我爱你，比我想象的还要爱。劳烦林太太搬进主卧，你的林先生。你吓我一跳！吓什么呀？
这里是我们的卧室，又不会有第三个人进来。老实交代，今天干嘛去了？我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不够，还不够。贪得无厌，我要想知道，自有办法。文丽，他可是个忠臣，就算打小报告，他也要和你汇报。他和楚言一样，是我的兄弟。如果有一天文特助站在我这边，你是不是伤心欲绝啊？你试试呗。夫人，喂，文特助，林一舟在公司吗？他电话一直打不通。老板还在开会，需要让他给你电话吗？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他了。所以以后有什么问题，还是直接来问我吧。你们昨天是不是合伙骗我来着？说是在开会，可明明出去了。昨天我们去找了催眠师，来恢复我的记忆。催眠师？我的失忆并不是因为那场车祸，而是人为的催眠。是安然做的？我去找了他，你放心，以后他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我的关系，又让你失去了一个朋友。不怪你，是他自己走偏了。不过你还是得补偿我。不对，你是不是早就恢复记忆了？你还在这跟我演戏？要不然我怎么能看到我的木木跟我表白呢？林一舟，你个大骗子啊！一舟，老公，你怎么不理我？你没事跟我献殷勤，通常来说都没有好事。我工作完，可不可以在这边玩几天再走啊？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？我的家室就是你啊。那林先生有没有时间带我去约会啊？时间不是问题，主要得看你的诚意。你不答应我就别想碰我。好，我答应。那你去洗澡吧。你给我等着。怎么回事？我这不会是心脏出问题了吧？呸！怎么可能呢？明天的会议取消。
又复发了吧？医生，我最近觉得心悸、胸闷、浑身乏力，我身体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你不用紧张，从你的报告上看，你只是贫血症状有点严重。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吗？我之前得过血癌，就是您给我看的。我不记得给你做过手术啊。我是在这个医院做的检查，在私立医院确诊做的手术。那你回去把你的确诊报告和手术报告拿过来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好。嗯。走路怎么没声？你吓我一跳！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发现家里有个保险箱，好奇想看看。喂，喂，默默。默默，你怎么了？喂。喂，默默，你说话呀！喂，喂，默默，默默，默默，你说话呀！默默，怎么不开灯啊？开不开都一样。默默，你这份报告说我没有得血癌，它为什么会在你的保险箱里？你都看到了。对，该看的，不该看的，我都看到了。默默，不管你想听什么，我都告诉你，但是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好吗？说，我要听实话。你做检查的那家私立医院是林氏控股的，我替换掉了真实的报告，并且伪造了你跟我骨髓匹配的信息。
知道你现在肯定没有办法理解，但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说不定我们就真的错过了。所以你就设计了一场捐献骨髓的戏码，等着我乖乖的送上门。要是我没有发现，你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到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信任我的时候。你让我相信一个骗子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可我们现在在一起，我爱你，这还不重要吗？你的爱让我觉得恐惧，你痛恨安然设计，而你的所作所为呢？你跟他有什么区别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心里的伤害不是伤害吗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当时只有21岁，大学刚毕业，梦想刚开始就被判了死刑。你只想着你要做什么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当时的心情有多痛苦、多绝望？可是如果结果是好的，过程有那么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，林一舟？在你眼里我是什么？是任你操控的提线木偶，还是给你姐妹逗趣的宠物？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知道吧？我一直想要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我一直想要昭告天下，说你是我黎一舟的妻子。可你呢？你一直在躲，一直在逃，我有什么机会吗？我一直在为你突破我自己的底线。你现在问我说，你对我来说是什么？你觉得你对我来说是什么？我只想要最基本的坦诚和尊重，没有监视，没有跟踪，没有谎言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你可真叫我失望。林总，夫人是受了太大刺激，加上本身贫血，所以才引起的晕厥。可他的贫血应该很久都没有发作过了。可能是最近工作太过劳累，所以要好好休息才好。谢谢。默默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夫人早。林一舟呢？哦，先生一早就上班去了，他让您在家好好休息。夫人，你和先生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吵。黄嫂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夫人，可是外面有什么？不是在拍戏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你跟夏琳这件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不该那么做。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不用你管。我还有会，先走了。干什么？你这样会把她越推越远。她是我的妻子，所以我绝对不会让她离开我身边。是，她是你的妻子。不过她也有自己的思想，也有自己的感情。你不能控制她的人生后又控制她的生活，没有人能接受得了。我是为她好。你是为了她好，
多少人打着这个名义做着伤害别人的事情。爱一个人就要尊重他，你们这样不平等的爱是不会持续太久的。他最终会选择离开你。你很了解他吗？我身为你们共同的朋友，看事情总你该不会已经爱上他了吧？那不是刚好趁着我和他闹矛盾，你刚好可以趁虚而入。这一拳是为你对夏琳做的那些事。这一拳是为你质疑我们的友谊。林一舟，我告诉你，伤害一个爱你的人非常简单，而你今天做到了。你伤害了2个爱你的人。老板，夫人让你去民政局跟他办离婚手续。没想到你这狗窝还挺像模像样的。你能不能有点礼貌？我还没邀请你进来呢。礼貌？我都为了你跟老林打架，你还在跟我讲礼貌？真的假的？我还狠狠地揍了他2拳呢，到现在手还在痛。那他没事吧？我说你立场能不能坚定点啊？本大爷饿了，大餐送。大爷，小的这只有泡面伺候，但口味众多，任君挑选。哎，你好歹也是个18线明星，可不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啊？我现在可是身负重债，能吃饱就不错了。你要是挑剔，你去外面吃啊。你想干什么？给。这什么？冰袋。你手不是受伤了吗？不用。怎么还跟小孩似的？就不能文明解决吗？干嘛动手啊？真是幼稚。还不是他跟我说。说什么？没什么了，你还是快去煮东西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给你弄去。差点呢。啊，没什么，我去煮面，走。你的爱让我觉得恐惧，你痛恨安然设计，而你的所作所为呢？你跟他有什么区别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心里的伤害不是伤害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当时只有21岁，大学刚毕业，梦想刚开始就被判了死刑。你只想着你要做什么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当时的心情有多痛苦、多绝望？我在你眼里是什么？是任你操控的提线木偶，还是给你解闷斗气的宠物？我只想要基本的坦诚和尊重，没有监视，没有跟踪，没有谎言。林一舟，我告诉你，伤害一个爱你的人非常简单，而你今天做到了。你伤害了2个爱你的人。
果然夏天，还是要泡面最配。喂，干嘛不说话？你明天有事吗？哦，我没有。我一会儿还得看看招聘信息。好。为了答谢你今晚给我的大餐，我决定推荐你一份工作。真的？真的。假的。好了，我回去把地址发你，明天9点到就行。什么工作？你明天到了就知道了。我先走了。哦，你开车慢点儿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湿过的天气，泪化成雨滴，只是有些情侣笑着闹着穿过人群，我们的距离被怀疑远离，好怕这次任性再见不到你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，我们结婚。我还爱着你，没有你我怎么能活下去？对不起，你做了那么多让我心动的事，现在又要不负责任的收回。你接受不了现状，要让我配合你，你不觉得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吗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会因为生病、痛苦、难过，甚至崩溃？多想在一起，永远不分离。你的爱太可怕，太自私了，我承受不起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样？好点没啊？我没事，是楚言哥哥出事了。楚言，他怎么了？你看，我先出去一下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我先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啊。注意安全啊，小心点儿。麻烦你了，王队长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明天还需要您来警局配合调查。好。楚言怎么样了？新闻说病房失火，他是不是又受伤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楚言人呢？木木，楚言已经不在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会说玩笑了？这一点都不好笑。我去找他。是真的，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了。我不信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也希望这一切是假的。
你怎么还没走？我今天不想一个人。想离你近一点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说？怕你为难，也怕你拒绝我。只有你一个人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你别动，我有话要说。我想明白了，人生这么短暂，如果我还在一直追究过去，犹豫不决，实在是太浪费了。既然我还爱你，那就没有什么比跟你在一起更重要了。因为意外可能随时会来，我不想留下遗憾。谢谢你，木木。谢谢你愿意回到我身边。安然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盯着你和主演哥哥。那天我拍到照片之后就发给他了，然后我又在病房里发现了你的耳环，他知道了之后就让我想办法拖住你。想什么呢？你相信杨彤说的话吗？这事情一发生，我最先调查的是安然，但是什么也没查出来。如果他是在说谎，他为什么要栽赃给安然呢？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你不是说幕后的人真正的目标不是楚言，而是我？而且安然恨透了我，他既有作案实力，又有作案动机。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怎么会对楚言这么狠心？早点休息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。就知道自己躲起来难过。喂，帮我调查一个人的下落，低调一点。你就是杀害楚言的凶手，就算一周哥哥到场，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。请解释一下，说两句吧。如果再加上我呢？这不楚言？楚言？真的是他？真的是他？哎，你看，他是啊，就是啊，怎么在这儿？没死，楚言嘛，还他没死。快了，这竟然没死！这是个大新闻，大新闻啊！多巧啊！是个大反转。对呀。
小公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还没人选呢，剧本都写不出来，这刚还有那么多人杀人凶手，哎呀，没有死。各位，这是伪造的。今天这一场新闻发布会，除了要公布我跟夏小姐之间的婚讯，还要澄清近日来楚先生与夏小姐之间的一些不实传闻。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吧？我明明在那场大火中去世了，现在为何又出现在这里？你的意思是凶手另有其人？这是不是你跟夏小姐合作演的一出戏啊？你说的没错，这的确是一出戏。啊，这是一出戏啊！我跟林太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这出戏的男女主，而这幕后导演就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并且喊了我22年哥哥的安小姐，安然。原来安小姐才是背后。安小姐，楚言说的是真的吗？医院意外起火也是你做的吗？不，这跟我没关系。楚言哥哥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怎么能跟他们一样不信任我呢？安然，如果这事是别人说的话，打死我都不会信。可是这是我亲眼所见。怎么前几天来的不是你啊？护士长请假，所以我来替班。楚言哥哥，不要怪我。所以不管你在说什么，我们都绝对不可能再相信你。安小姐，你为什么陷害夏小姐？对呀，医院那具尸体是谁的呀？说一下吧。市场也太坏，请您说一下吧，回答一下。说一下吧，安小姐。说两句吧。真的吗？对呀，说两句啊。安小姐，说两句吧。说一下吧。也说一下，安小姐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心肠也太坏。安小姐，为什么呀？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澄清吗？是有人逼你的吗？说两句，安小姐，安小姐。另一周，下次你就不会有这么好运了。说一下，说两句吧。他说的是真相吗，小姐？跟我没关系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都是真的吗？不是。回答一下，安小姐。我不知道。我来回答吧。安小姐。原来安小姐是这样的人。你们所看到的尸体，警方已经证明了，那是一具殡仪馆丢失的尸体。而我这几天都在郊区的一个仓库里。喂，是你们抓的我吗？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啊！现在外面的人一定会用尽全力来找我，你们现在马上放了我，我不会跟你们计较。喂，听到没有？楚先生，您就别白费力气了，在别人眼里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哎，闭嘴！谁让你说？死人？什么意思？啊？喂，你，喂！好，你们听着。不管你们上头给你们多少钱，我楚言再给你们加3倍。我们老板说了，无论你出多少钱，他都愿意付3倍。
那我再加3倍，我再加3倍。喂，吃饭吧。好好吃哦。真的是没想到，这样的事儿，连自己的朋友都不知道，难道是为了林总？报道要做这样的事，三个可是好朋友啊。是啊，为什么要算计安然，我夏琳何德何能，让你绕了这么大的圈子陷害我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要不是你霸占着一周哥哥，我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就为了一份不属于你的感情吗？把你自己糟践成这个样子，值得吗？无所谓值不值得了，只要有0.01的可能让你身败名裂，我都会去做。可是到头来，林一舟还是我的丈夫，楚言依然是我的朋友，真正身败名裂、一无所有的人是你。安然，别让自己更难看了，好吗？难堪？我的难堪都是你们造成的。安然，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全都是因为你自己，还有你背后那个不愿出现的人。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告诉我们他是谁。是一个就算没了我，也会继续让你们永无宁日的人。赶紧坐下来，让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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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然，根据调查，你涉嫌纵火罪、绑架罪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，带走。快头条啊，这是。带走。这个新闻要这么大，拿下来，这个报道一定要这么写啊。绝对大新闻，那是。你看，你都拍了吗？快拍了！哎，小安总，拍到了，赶紧的。王队长，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？楚先生今天还是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有时间来局里录份口供。啊，好。这么快就想劳逸结合了？Lisa 姐通知我明天去拍戏。怎么这么快啊？因为我只有2天的戏，所以提前了。这和你以往送我的不太一样啊，林总怎么突然走低调风啦？不低调你会戴吗？而且这也不是普通的耳环，这里面装了微型的 GPS 芯片，方便我及时锁定你的位置。我去拍戏又不是做间谍，不用这么夸张吧？安然刚刚认了罪，而且我们都知道他背后的人一直都没有出现。既然你坚持要去拍戏，我总得有所防范吧。明天我送你。老公，你真好。菲姐，你认不认识什么私家侦探呢？我想找一个人。那你帮我打听一下啊，爱你。除了我，你还爱谁？你听到了？我全都听到了。你想找谁？你不说过不干涉我的吗？我当然不干涉了。我只是想说，我可以给你介绍私家侦探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再说贾飞哪能认识什么私家侦探啊？那你直接把侦探的电话告诉我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就想吃个樱桃，让你喂我一下。想吃自己拿。
桃这种东西，真的是多多益善，越多越好。林一舟，你这个臭流氓，我要报警让警察抓你！你不要我帮忙吗？哦，你说。一，拿起你的电话。2，打给文丽。3，告诉文丽你想做的事情。文丽可以指挥整个凌氏，而你可以指挥文丽。林一舟，你对我真好。既然如此，那美丽的夏小姐可以跟我去睡觉了吗？你现在怎么3句就离不开睡觉啊？因为不巧，我想睡的人是我老婆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女人，我跟你说话你怎么不听啊？吵什么？林总，默默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查岗，不欢迎啊？不会是心虚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又没做错事。好了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是来给你送饭的，我怕你忙到忘了吃，然后又胃疼。还是我老婆对我好。林总，我先走了。外面那个女助理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文丽受伤以后，下面推荐上来的。放心吧，干不了多久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她长得又没我好看。今天都干嘛了？去跟楚言见了一面，我看他年纪也不小了，想给他介绍女朋友，结果他还嫌我多事儿。楚言他自己的终身大事，他自己心里有数，你就别管了。行，你吃完了，你继续工作吧。不工作了，今天工作都已经完了，剩下的时间都是你的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哎呀，我累了，你抱我一会儿。林总，招标材料都准备齐了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笑什么？我是觉得我老公好帅、好棒、好自豪啊！哼，那既然这么优秀，你是不是应该奖励我一下？不行，这在办公室呢。办公室怎么了？办公室不好吗？不行。林总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林总，不好意思打扰您。你明天想不想来上班了？是。这下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。林一舟，你什么时候退休啊？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和你隐居，然后把你与世隔绝起来，这样就没有人敢觊觎你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们继续吧。等等。你说的。走。阿姨，琳琳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阿姨，这么早，你有事儿吗？哦，我做了一些小周小时候爱吃的早点，特意送过来。阿姨，你手好凉啊，你等很久了吧？没事的，反正我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。你快回去，别感冒了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这样吧，阿姨，今天中午你到家里来做午饭吧。可以吗？木木，你醒啦？你干嘛抱着我啊？
我这是千里寻妻，谁叫你拐走了我老婆？你快去洗漱吧，你老婆我今天亲自下厨，保证让你大吃一惊。去吧。你尝一下这个汤包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不能啊。是有点腥。这可是我早起做的，你可要全吃完啊。你怎么会做蟹黄包？我网上查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做，好吃吗？有一些我小时候的味道。啊，皮蛋，你饿不饿？想吃什么？妈妈来喂你啊！你饿不饿啊？为什么我待遇跟他一样？偶尔也得跟他联络一下感情啊。那我的感情呢？狗的醋你也吃？我跟你联络的还少啊？我问你，我跟皮蛋同时掉进水里，你先救谁？你的游泳水平都赶上国家队健将了，我当然救皮蛋啊。答错了，再答一遍。你这什么问题啊？那我要是和你妈掉到水里，你救谁？你好像从来没有提过你妈妈。你把这个问题换一下，把我妈换成我奶奶，我会先救我奶奶，因为我会提前教你憋气。憋气？怎么教？这么教。阿姨，你来啦。蕾蕾，真的没事吗？没事的，一周白天在公司不回家，黄嫂我让她去老宅陪奶奶了，晚上才回来。哎呀，第一次来小周住的地方，真好，真好。哎，这个是这是一周送我的狗，它叫皮蛋。其实小周小时候也养过这样的狗，后来被他爸爸扔掉了。从此他就特别讨厌小动物。是啊，当初我们养狗也还大吵了一架呢。真的啊？其实我特别害怕一周长大以后变成像他爸爸那样无情无义的人。看他现在变得这么好，我真的十分欣慰。琳琳，谢谢你。阿姨，我菜都买好了，您做好了我就给一周送过去。对了，今天早上的蟹黄包，他说有小时候的味道。真的？记忆是会模糊，但味道不会。没有人会忘记妈妈的味道。阿姨，一会儿您做的时候，我再跟您学几手。好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上半年的数据分析。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出，今年同比去年的利润。你中午在公司吗？在，有事啊？没事不能问吗？这还差不多。你和那个女助理记得保持距离，我会随时突击检查的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乖，想你，么。继续。文丽，我招标的资料忘在家里了，中午回去帮我取一下。好的，老板。哎，算了，
我自己回去取，不用你去了。没事，老板，我跑一趟很方便。我家里有人在想我，你去干嘛呀？你懂这种别人想的感觉吗？有人想你吗？哼，我就知道没有。琳琳啊，给阿姨讲讲小周的事情吧。你想听哪方面的？小周他身体呀，他公司有没有麻烦呀？他有什么兴趣爱好呀？他每天早上喜欢锻炼，所以他身体特别好，基本上不会生病。工作上我也不太清楚，兴趣爱好，他以前喜欢工作，现在多了像遛狗。是吗？哎呀，也不知道他口味变了没有。这个我知道，他特别挑食，好多蔬菜都不吃，而且也不喜欢吃辣。他不喜欢吃辣，是因为小时候因为吃辣引起过湿疹，起了一身的疹子，然后就再也不吃辣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他现在偶尔也会吃，但是也没事儿。那是他长大了，身体免疫力强了。阿姨，你怎么了？我去一趟洗手间。你没事吧？琳琳，你为什么会在这？一周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这个人会在这？你不要责怪琳琳，是我拜托他的，我只是想给你做点好吃的。所以早上的蟹黄包是你做的？我不想再见到你这个事情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了，请你现在立刻给我出去。一周，你别这样，她毕竟是你母亲。你别说话！从父亲去世那天开始，我就告诉你，我跟你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现在做什么都毫无意义。我想我说的够明白了吧？小周，琳琳是好女孩，不要对她发火。我家的事情不需要一个外人来管。出去！出去！阿姨。木木，手怎么了？疼不疼？给我看看。别管我，让我疼死算了。白天是我的错，原谅我吧。白天你凶我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控制好我自己的脾气。我的手也被烫伤了，
我也去趟一下，只要你不生气的话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愿意，我还不愿意呢。一周，我之前发现有人跟踪我，后来知道是他，所以我让文丽去查他的地址，和他见了一面。其实我是想多了解你，你从来不提他的事，也不让黄嫂提，他好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禁忌。一周，这是不正常的。你也许还对以前的事耿耿于怀，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，更何况她是你的妈妈。他有什么苦衷？他爱我，他会为了另外一个男人离开我跟我爸爸吗？这根本就不是爱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过生日吗？因为他就是在我8岁生日那天离开我的。这个机器人就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份，也是最后一份礼物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妈妈送你的礼物。哇！那天我哭着喊着，我求他不要走，他连头都没回一下。虽然这个机器人现在已经被砸烂了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张照片我一直都没扔。我小时候一直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？我不够好，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我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这些事儿。后来我就变得听话，我父亲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其实我心里一直盼着他能回来看我一次，可他一直都没有回来过。于是我就很失望，渐渐的从失望变成了恨，对啊，我恨他。好了好了，你要是不想见，我们就不见。反正以后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以前特别害怕，特别害怕面对他。他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道伤疤，只要不揭开，我都能当作它不存在。但我害怕这个伤口太大，我害怕自己没有办法让它痊愈。可我现在不怕了。因为你在我身边。一周，明天你把他请到家里来吧。什么？总要解决的，不是吗？
而且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已经不怕了。你真的愿意和他好好聊聊？傻瓜，我不是答应过你不再骗你的吗？林一舟，我是不是一直都忘了告诉你，我爱你？你不用说，我也知道。但是默默，我更爱你。林总，请问凌氏集团有没有打算对南天集团展开商业合作？对于您母亲前段时间的所作所为，您作何感想？您跟南景天之间的恩怨是否因为家庭原因？林总和夫人经历这么多风雨，请问打算补办婚礼吗？林总打算生几个小孩啊？说一下吧，说两句吧。您说一下吧，林总，您说一下吧，林总再说两句吧。说一下吧，请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。林总，林总。这些记者也太热情了吧！默默，我们再补办一场婚礼吧。啊，不用了吧？我们结婚这么久了，我现在又怀着孕，就别折腾了。不是每个女孩都梦想着有一场世纪婚礼吗？话倒是没错，但是仅限于未婚少女。亲爱的，只要你以后可以一直对我好，就算没有世纪婚礼，我也一样很开心的。默默，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再娶你一次。而现在，我就只想给你一个世纪长吻。你想说什么？放心吧，我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哭着闹着求你别走了。回去帮我转告南先生，我不会对他进行任何的商业报复。为什么？南景天让我了解到恨有多可怕，它可以完全扭曲一个人的意志，所以我决定不恨你了。我要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生命，让我可以有机会拥有现在的幸福。其实我现在多少可以理解你当时做的决定，我也已经找到那个值得我放弃一切，可以陪伴我一生的人。妈，保重。皮蛋皮蛋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穿上。皮蛋，你想不想穿啊？老公，你把这个给他穿上。皮蛋是个男孩子，而且这衣服对他来说太小了吧？你不是喜欢女孩吗？我们把这个给她穿上，就可以在家感受小公主的氛围啦。你说呢？还是老婆想得周全。去吧去吧，快去快去。皮蛋，皮蛋，就把蓝色皮蛋和白色的粘在一起。哎呦，你们干嘛呢？忙得很啊。玲玲姐，哪像你这么小？说什么你？玲玲姐，你们两个发展到什么程度啦？我们就是朋友。
还多一层世交关系。很多男女关系都是从朋友开始的。我看和你，哎，说什么呢？管不着吗你？莹莹姐，我先去拿酒杯啦。看你都把人吓跑了。喂，你是不是又诋毁我的形象？你什么时候有过形象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恭喜你斩获影帝。哼，不过要不是人家贾飞剧本好，你也得不上，别得意。哼，我看你就是嫉妒我，辛苦了2年却还是个18线的明星。我看你再辛苦多久啊，也拿不到影后。你再说一遍。打人啊！这个怎么说话那么过分啊？什么人呢？小心我干儿子！慢点走，慢点走。你要时刻知道自己是个孕妇。没事的，没事。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文丽啊？文丽啊，应该和林一舟聊工作的吧？工作狂，这种日子还谈工作？看，迷人的你已经获得了提名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颁奖典礼啊！真的呀？但是我这个样子，穿什么礼服合适啊？你想穿什么礼服，林 boss 不会给你找啊？菲菲，也是。你找我？对啊，我刚才有一瓶酒根本够不着，你去帮我拿一下。好啊。走。木木啊，奶奶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小心。哎。木木啊，你笑什么？奶奶，我觉得现在我好幸福啊。很幸福吗？哎，奶奶，奶奶好。好好，奶奶好，来坐坐。默默，祝我们结婚2周年快乐！来，2周年快乐！2周年快乐！怀孕了，别喝了。好，玲玲姐，孩子什么时候出生啊？预产期过了，我都怕他随时会出来。哎，那我觉得这孩子挺聪明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就不用早早出生，看到父母辣眼睛。哎，单身狗，看别人干什么都是秀恩爱。小楚啊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奶奶还等着喝你的喜酒。奶奶，我也想早点结婚，可是你知道我太优秀了，喜欢我的人太多了。我要是跟谁结婚的话，那其他人就会难过。哎，我们家文丽去哪儿了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今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，谁允许他在这儿捣乱的？我呀。这是我和文丽一起策划的，惊喜吧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哇！菲菲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不行，他是我的，我愿意。哇！文丽，别干抱着了，亲一个啊！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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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文丽，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要伸舌头才可以啊！伸舌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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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生了，林一舟，我要生了，我要生了，默默坐，奶奶，我当爸爸了，默默终于要生了。林一舟，你笑什么？疼死我！来，老吴，你把车开过来，夫人要生了。默默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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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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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